吕布辕门射戟，帮助刘备解除了袁术的攻击。之后，他反过来突袭刘备，刘备弃城而逃，投奔了曹操。那么，曹操能够收留刘备吗？袁术为何要7路大军讨伐吕布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曹操犹豫除掉刘备及袁术称帝。刘备来到许县投奔了曹操，曹操非常高兴，并热情地接待了他。程昱得知消息后，立即前来劝说曹操。他说：“刘备此人有雄才大略，而且不甘屈人之下，曹公应该趁早动手将其除掉，以绝后患。”曹操听后有些犹豫，送走了程昱后，他召来了郭嘉。郭嘉字奉孝，颍川郡阳翟人，即今天河南省禹州市人。他少年时就很有远见，弱冠之年便开始隐居，密交豪杰俊才，不与俗人往来，所以很少有人知道他。后来他投奔了袁绍，交往了一段时间后，他觉得袁绍奇人，好学周公礼贤下士之皮毛，但好谋无断，犹豫寡决，不是建立霸业的明主，于是便离开了袁绍。赋闲了6年之后，曹操让荀彧给他推荐人才，荀彧便推荐了好友郭嘉。曹操和郭嘉讨论了天下大事之后，曹操兴奋地说道：“能帮助我成就大业的，一定就是此人。”郭嘉也对众人说道：“曹公才是我真正要找的主公啊！”此时，曹操询问郭嘉关于是否除掉刘备的意见时，郭嘉说：“曹公想以诚信招揽天下英豪，而刘备素有英雄之名，如果你杀了他，就有了杀害贤士的恶名，以后谁还敢来投奔你呢？所以除掉一人之患，而危害四海声望，此举甚为不妥，还请曹公三思啊！”曹操也深有同感，便听从了郭嘉的建议。他不但不杀刘备，还给刘备支援了兵马粮草，封他为豫州牧，让他率军去攻打吕布报仇。再来看袁术。当年孙坚攻打董卓，进入洛阳城后，意外地得到了传国玉玺。袁术得知后，立即扣押了孙坚的妻子，逼他交出传国玉玺。自从他拿到玉玺后，就一直做着皇帝的美梦。197年春，袁术在寿春称帝，建号重视，并在城南和城北筑起了皇帝祭天所用的祭坛，从此便过上了奢侈荒淫、挥霍无度的生活。后宫妻妾就高达数百人，个个穿着罗绮丽装，精美的食物也是应有尽有。接着，他便要联络承认他称帝的盟友。他首先想到的是陈规。陈规出身于名门望族，从小就与袁术有交情，此时担任着沛国国相。陈规的长子就是支持刘备继任徐州牧的陈登，次子陈婴此时正在下邳，于是袁术为了得到陈规的支持，先派人劫持了陈婴，然后给陈规写信，希望他能支持自己称帝，但遭到了陈规的拒绝。接着他派韩胤为使节去说服吕布，为了能得到吕布的支持，他请求和吕布结为儿女亲家，让吕布将女儿嫁给自己的儿子。吕布一直惦记着袁术的20万斛粮食，就欣然同意了这门亲事，让韩胤带着自己的女儿返回寿春成亲。陈规得知后，觉得袁术和吕布一旦联姻，徐州和扬州便会连为一体，到时候必定是祸患无穷。于是他立即前往下邳城劝说吕布。他说：“将军你诛杀董卓，曹操奉迎天子，你们都是忠于朝廷的，理应同心协力匡扶汉室，怎能与袁术联姻呢？袁术叛汉称帝，逆天行事，一旦你和他联姻，必定受到不义之名，自毁英雄气概，恐有累卵之危呀！”吕布听完，惊出一身冷汗，连忙派人去追回自己的女儿。之后囚禁了袁术的使者韩胤，给他带上枷锁和镣铐，送往许县，向曹操示好。陈规本想让自己的儿子陈登前往许县，但吕布没有同意，并派他人前往。韩胤被送到许县后，曹操非常高兴，亲自给吕布写信，对他与袁术断绝联姻的做法深表赞同，并且以天子的名义封他为左将军。吕布非常高兴，但他最想要的不是左将军，而是徐州牧。虽然他现在号称是徐州牧，但这是自封的，没有得到朝廷的认可。于是收到任命后，他同意让陈登前往许县，一方面是向汉献帝谢恩，另外希望陈登能帮他求到徐州牧的任命。为了讨好曹操，他还给曹操带去了一条上等的绶带。
然而陈登见到曹操后，却对曹操说：“吕布有勇无谋，反复无常，希望曹公能早日图谋他。”曹操听后非常高兴，立即将他父亲陈规的俸禄提到了2000担，并且拜陈登为广陵太守。临别时，曹操拉着陈登的手说：“东边的事就托付给你了。”告别曹操后，陈登返回了下邳城。当吕布得知自己的徐州牧没有着落，而陈登父子却加官进爵，就怀疑陈登出卖了自己，气得暴跳如雷，拔出戟砍向桌子，吼道：“你父亲劝我拒绝袁术的婚约，与曹操合作，可我现在是一无所获，而你们父子俩反倒是地位显赫，加官进爵，你是不是出卖了我？”陈登面不改色，从容地回答道：“我给曹操是这样说的，我说对待将军你要像对待猛虎一样，应该要把他喂饱，要不然他是会吃人的。然而曹公却说，对待将军你应该像养鹰一样，只有饥饿的时候才可以为我所用，一旦喂饱了，他就会毫不犹豫地飞走。”吕布听完后，激动的情绪才渐渐地平息了下来。片刻之后，他对陈登说：“曹操此人狡诈，是他防着我呢，不关你的事。”就这样，袁术虽然称帝了，但是除了他自己，没人承认他这个皇帝。而且吕布不仅悔婚了，还把自己的使者送给了曹操，气得袁术暴跳如雷，立即派遣手下大将张勋和乔蕤等人与韩先和杨凤合兵，率领着数万人分7路大军向吕布袭来。此时吕布的兵力只有3000人，战马不足400匹，根本抵挡不住袁术的数万大军。惶恐之下，他连忙叫来了陈规，对他说：“我就因为听了你的话才与袁术交恶，现在却招来了袁术的大军，你看该怎么办吧？”陈规却并不慌张，从容地说道：“韩先和杨凤之流不过是与袁术同流合污罢了，不足为惧。只要你给韩先和杨凤写信，拿些粮草引诱，必能离间他们，为你所用。”吕布只能采纳陈规的计谋，给韩先和杨凤写信说道：“2位将军护驾东归，功不可没，是可以载入史册，有着万世不朽的功勋。可现在袁术叛汉，我们应该联手对抗，你们怎能助纣为虐，前来攻打我呢？只要你们与我联手共讨袁术，袁术战败后，袁术军中的粮草全归你们。”韩先和杨凤大为高兴，立即回信表示同意。于是吕布亲率大军出发，直奔张勋的大营。在距离张勋的军营100步之时，韩先和杨凤一同倒戈，共同向张勋等人发起攻击。此战吕布大获全胜，乔蕤被活捉，10余名将领被斩，其他被杀死和落水淹死的不计其数，剩余的人马只能溃散而逃。吕布与韩先和杨凤继续率军追击，兵锋直指寿春。袁术得知后紧急调兵，双方在淮河两岸隔河对峙。但由于吕布的大军不擅长水战，不敢贸然进兵，只能将袁术痛骂了一顿后引兵而回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下期再见。